你再来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当个二次元吗？凯奇，我的答案是会的。如果你让我重来，那我肯定得是拿更多的时间去看动画，朝着一个动漫婆罗门一路狂奔。其实决定我会不会成为一个二次元的重要节点应该是初中。那个时候我在周末拥有了电脑的使用权，然后除了打游戏就是逛某个蓝色的食品门户网站嘛。这个网站在被马姓富商买下前热度还是很高的，那个时候什么节目都有，有些节目甚至能把岛国拍18禁片子的老师给你请过来采访，那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可太具有冲击力了。而这视频看着看着有个问题出现了，它这个广告似乎越来越长了，30秒马马虎虎忍一忍就过去了，45秒也行吧，60秒我得一次性开好几个窗口在那过广告了，90秒不行了，这个真不行了。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网站上的动漫是没有广告的，当时年幼的我觉得这是为了规避版权啥的，没放广告就是没有盈利，然后我就开始了看动漫的旅程。一开始是看一些柯南这种有中配的，再通过推荐栏里的东西看点别的，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将归流到那个大家共同的黄月光天降之物。接着就看了一堆类似的什么狐仙啦，什么 To Love 啦，什么炼金士啦，反正没少看。凯奇你怎么能这么堕落？在被这些内容浸透了之后呢，我也开始看点别的，比如夏目。我现在还记得我最爱看的是第2季的第8集，因为这是为数不多出现和夏目长时间相处的人类同龄异性。我还反复复看，果然磕 CP 那就是刻在人类 DNA 里的东西啊，以至于后来我写作业直接拿夏目当背景音，毕竟都知道剧情了，也不用看画面。正式开始追番应该是白色相扑2的时候，但真到了追番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。那说个我很喜欢的节目好了，很早以前有一个门户网站叫第8 TV， 现在应该是已经没了，他们有一个栏目叫绝对动漫，大家很熟悉的英雄联盟 KOL 徐老师还主持过这个节目。这是一个很全面的节目，什么音乐推荐、新番吐槽、Galgame、画师声优啥的应有尽有，而且还周更，我有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云的。再后来就是大版权时代了，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去买夜宵，然后等10几之灵开播，一边看一边吃。看动画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，身边很多同学也能聊聊动画了，这一看就是好多年。但正版引进就免不了各种和谐嘛，这个我记得最深了，有些和谐直接就影响观看体验了，你知道吧？特别是R10那个黑雾涂的，大晚上等更新，一集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个啥，那咋办？能正版看了后开始后悔，再看一遍盗版无删减，然后下周抱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再重复一遍这个操作，看着看着动画营就被人数给炸了，眼睁睁看着热火朝天的新番社区没了。当时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就和现在一样，按理说呢到这里就该上价值了，但说实话，做一个二次元给我带来的东西总归是有利有弊的。如果我不做这个账号，那么我的爱好还是会被长辈诟病。如果往前10年，我可能会在这里写我喜欢动画，喜欢二次元，喜欢这里的热血、感动与温情，这些促成了此刻的我，再配上一段有一种叉叉是叉叉让人脚趾抠地的文案。但是吧，我已经是个可悲的大人了，人总是要经历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的过程。现在的我依旧喜欢动画，依旧喜欢和大伙儿对着二次元的瓜侃大山，依然狂热，但没有了那种皈依者狂热。现在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看完辉夜姬之后，真的让我觉得当年能遇到动画真的是太好了。